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日本政坛再次地震，日本首相石破茂7号宣布辞去自民党总裁职务，这意味着日本首相又要换人了。今年7月份参议院选举，自民党惨败之后，就一直有声音要求石破茂辞职，但他坚持留任。原本外界以为他度过危机，将稳坐首相职位的时候，他却突然宣布决定辞职。那是什么让他改变了想法？在过去执政不到1年的时间里，石破茂给日本留下了什么？谁将接替他？另外，日美将于9月11号在日本进行大规模的联合演习。今年演习的位置向南延伸，不仅要在靠近台岛的位置部署反舰导弹，美国还将在演习期间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一系列动向透露出来怎样危险的信号？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内容。周日傍晚，日本首相石破茂在首相官邸召开紧急记者会，宣布辞去自民党总裁职务。石破表示，已通知党内根据党则第6条启动临时总裁选举程序。石破表示，日美关税谈判取得阶段性成果，在这一节点，他决定为党内新体制让路，可避免自民党分裂。この度私は自由民主党総裁の職を辞することといたしました。新総裁を選ぶ手続きを開始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このように考えております。まさに国難とも言うべき米国関税措置に関する交渉は、私どもの政権の責任において道筋をつける必要があると、このように強く考えてまいりましたが。石破回顾任内在国会推进法案与经济、民生、灾害对策等政绩，称自民党作为少数派执政党能运作1年，靠执政联盟与在野党支持，也感谢国民理解。他重申败选责任在于自己，并再次向国民致歉，同时表示期望新总裁延续现有的对美政策，并继续推动多边外交布局。石破还表示，他不会出马新的总裁选举。根据自民党则规定，总裁任期内辞职即可启动临时总裁选举程序。自民党将尽快确定日程与方式，完成候选人登记，并在短期内选出新任总裁以接任首相。在今年7月份，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当中失败之后，就有声音要求石破茂辞职，但当时呢，石破茂坚持要留任，包括在今年的9月5号，他也表示说不会辞职。那当时他坚持留任的原因是什么？那现在又发生了什么，让他改变了这个当初的想法，要辞职呢？我相信石破茂他不是一个贪恋权力的人，但是他是有着政治抱负的一个政治家。因为我跟石破茂本人也有过很多次的这个接触，甚至直接交流，对他比较了解。他在自民党内是首屈一指的，甚至是屈指可数的政策通。其实他有很多政策的理念，就是在自民党内他的最大的一个口碑也是他了解深谙各种政策。他自己也出过很多书，包括咱们短片里提到的书啊，我最近也在看，里头有很多他一整套的治国理政的一些设想。所以说他应该说，在过去18年，他16年吧，他经历了5次自民党总裁的选举，最终才当选自民党总裁，担任日本首相。因为这个过程对他来说是非常艰辛的。那么，所以他好不容易当上了日本首相之后，当然希望能够充分的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但是呢，经过1年的时间，必须得这种黯然下台的方式对他来说是心有不甘的，所以他也表现出很大的一种心有不甘的一种感觉。所以在过去1个多月啊，他一直也是试图来挽回局面，能够继续执政，施展他的一些政策设想。但是很遗憾的是，应该说他是自民党内权力斗争的一个牺牲品。因为从7月20号参议院选举自民党败选之后，那么党内一直这种反石破势力啊，一直在以各种方式想要进行逼宫，让他下台。实际上这1个多月来，这个形势的发展，实际上党内啊，这种包括一些原来的主流的派系，也包括党内的大佬，像麻生太郎、菅义伟这样的前首相，也包括党内一批少壮派，都在要求他承担责任。因为毕竟石破茂从去年上台之后，首先是在自民党和国民党的执政联盟啊，在众议院遭遇了惨败。
那么马上在今年4月份，在东京都议会选举，自民党也遭遇了惨败，然后在7月份的参议院选举又遭到了惨败。这3连败对于任何这个自民党的领导人来说，都是需要负责的。那么从过去自民党的传统惯例来说，这种重大的国政选举遭遇惨败之后，往往党的这个领袖的这个党总裁必须要承担一定的责任。那但是大家也知道，这次情况跟以前不一样，在于这次石破茂去年的上台实际上是临危受命。当时自民党已经面临一个非常深重的危机，因为从2023年底开始，自民党受到了黑金丑闻的冲击，支持率已经一路走低，这也是岸田文雄去年辞职的一个背景。所以那么石破茂最后他接手这个首相的职务啊，很大程度上是接手了一个烂摊子，要面对自民党未来要迎战众院选举、参议院选举，都是一个非常不利的状况。所以败选本身是在意料之中。所以日本老百姓很多人也这个在选举之后啊，也出来替石破茂鸣不平，说这是自民党的问题，你不能把它都推给这个石破茂本一个人来担。所以就出现了一种很扭曲的情况，一方面自民党内逼宫要求石破茂下台的声音啊在高涨，另一方面民间对石破茂的支持率在上升，包括日本的首相官邸前连日来都有一直都有一些民众啊来支持石破茂继续留任。所以石破茂之所以他想继续留任，也是看到这种民间的呼声，认为对他是一种支持。那么最后党内的逻辑和民间的支持，最后两相比较，还是党内的这种权力的逻辑占据了上风。石破茂也是迫于党内的强大的压力，不堪重负，最终也是黯然不得不决定辞职。石破茂任职的时间还不满1年啊，从他当选以来，他就一直在说当首相太累了。他执政这不满1年的表现，包括他当前面临的局面，您怎么来看？我相信他说自己很累啊，这是一个真心话。的确，他上台之后面临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烂摊子。一方面，自民党本身它是遭遇了黑金丑闻的冲击之后，支持率降到了2012年自民党重新执政之后12年来的一个新低。那么同时啊，自民党要迎战2场选举，去年的众院选举和今年的参议院选举，选情是非常被动的。那么另一方面，国内的课题也是有很多国内经济民生方面的课题，尤其过去几年啊，我们看到日本国内经历了可以说是20多年来最大程度的一个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对民生构成很大压力。当然，日本经济更大的程度上是由于这个特朗普的卷土重来啊，使日本经济面临一个很大的压力。所以他面对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啊，实际上这1年来确实做过的是非常的，他的执政的过程啊是非常的艰难，尤其是在去年众议院这个自公两党失去了多数议席之后，那么他要推进任何的政策议程，实际上由于失去了众院多数席位，都必须要和在野党进行协商妥协。那么在这过程当中，他推动任何一部执政的议程都是举步维艰，对他来说是非常艰难的。那么尤其今年又是遭遇了参议院的选举惨败之后，实际上他的执政的前景啊本身就已经亮起了一个黄灯。所以他现在也是希望能够，因为自民党在众参两院同时沦为少数派政权，这在自民党过去1955年成立以来是前所未有的第一次。无论谁当首相，我想这都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摊子，都很难这个很顺利的来推进他的各种政策议程。所以他现在面临这种局面，我想他虽然心有不甘，想要继续执政，但是他也意识到，确实这个当前面临的局面对他来说非常艰难，可能也一方面面临党内的压力，另一方面政策的内外政策课题啊也是堆积如山，确实每一项都不好解决。的确，他可能也是一种知难而退吧。那接下来自民党怎么办？自民党现在内部有谁能够接替石破茂吗？因为有分析说，在参议院选举之后，自民党在日本民众心中这个信任的根基其实已经被动摇了。您怎么来看？这有2方面来看。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自民党的确是从2023年底的黑金丑闻以来，自民党的这种民意支持率啊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滑，降到了2012年重新执政以来的最低的水平。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日本政坛的一众在野党啊，其实细数一众在野党的话，日本民众也不信任。那么包括现在最大的这个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它的前身是民主党，当年从2009到2012年执政过3年，但是这个民主党执政3年间，也是搞得日本国内这种各种问题啊，这个导致也是民主党执政3年间啊，日本国内也是
一片混乱。当时民众对于当年那段历史也是心有余悸，所以也不希望看到现在这些在野党上台执政。所以现在民众这2场选举当中，自民党败选，我想更多是日本老百姓想给自民党一点惩罚。那么同时，你要说让其他政党上台来取代自民党执政，那么也没有什么政党可以让其他日本民众感到放心的。毕竟自民党战后长期执政，还是积累了丰厚的这个执政的经验，党内也有很多人才储备，这一点是其他任何在野党都无法比拟的。所以从现在日本政坛的格局来看的话，是一种非常碎片化。那么自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被打破之后，现在是多党林立，然后大家之间的力量格局更加趋于分散化和平衡化，那么这也导致很难形成一个稳定的政治架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自民党来说，一方面它失去了这个国会的多数议席之后，他的确推进任何的政策议程，他的一些政治上的一些路线，他需要得到在野党的支持和配合，必须做出妥协，跟在野党进行协商。那么任何的这种政策使用施政的效率、政策的这种执行力都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那么另一方面，那么在野党其实也是希望和能够对自民党来施加影响，各个政党之间其实也有各自不同的政策主张和政治理念，这就导致现在日本政坛啊很难形成一个明确的一个大的一个方向，也形成一个稳定的一个执政的架构。所以下一步，我想对于现在自民党来说，刚才提到未来谁会接班，当然现在可能还为时尚早，下一步要看自民党总裁选举的情况。现在日本国内认为主要有4个人选，那么第一最有利的2个人选还是去年和石破茂争夺自民党总裁，当时选举当中啊最大的2个竞争对手，一个就是这个日本国内被称为这个安倍接班人的高市早苗，她也是一个日本最有望成为首个女性首相的这么一个候选人。当然，她的问题在于她是属于比较鹰派的一个。被称为这个右翼保守派的一个领军人物嘛，他的政策主张是相对比较激进的。那么另外就是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儿子小泉进次郎，那么他其实一直都是被称为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当中的领军人物，那么也是认为未来首相的一个最有力的人选。当然，他一方面他的形象气质比较有新鲜感的，但另一方面呢，过去对日本坊间对他的风评啊，认为他可能还是这个政治上的历练不足，他毕竟没有干过日本这个党政的一些重要的职务，包括自民党干事长啊，包括外相啊、防卫大臣啊或者财务大臣这些重要的岗位，他迄今只当过环境大臣。但是这一次在日本国内这个米价上涨的危机当中啊，这个石破茂任命他担任农林水产大臣来负责这个米价的问题，还是展现出一定的这个政策的手腕。所以这次他的风评有所扭转，也认为这次给他竞选这个自民党总裁选举啊，增加了胜选的砝码。所以未来主要的竞争人选现在认为是在高市早苗和小泉之间展开。当然，另外还有2个这个比较有力的竞争人选，一个是现在内阁官方长官林芳正。那林芳正他在日本政坛，他也是一个政策通，而且他的政治形象是比较稳健清廉的，这是他的优势，经验也比较丰富，他平衡感也比较好，这个也被认为他有可能会成为一个黑马。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新生代的叫小林英之的，去年也是参与选举的，所以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当中出现了一个我们叫做9龙夺嫡的一个局面，9个候选人出来竞争一个总裁的选举位置。当时我的一个判断就是，未来日本政局可能会出现一个这个首相又出现一个10年9相这么一个首相轮换的一个局面，频繁更迭的一个局面。因为失去一个稳定的政治架构之后，那么缺乏一个大家都认可的政治强人，那么他的执政的基础必然是不是那么稳固的。包括这次如果接替石破茂上来的这个新的首相，我想啊，恐怕也是他的这个位置啊很难做得很久。在今年7月份，王毅外长会见日本外相的时候就说到，当前的中日关系呈现出来改善发展的势头，这是非常来之不易的。那日本当前局势的变化对中日关系会构成怎样的影响？我觉得中日关系的影响还是值得警惕的，因为石破茂他虽然是长期以来我们对石破茂他的定性啊，石破茂其实在20年前的时候，他是一个在我们的看来是一个比较
偏右翼的一个政治家。为什么这么说呢？他20年前他就提出日本要修宪，日本要强化自卫能力。那么在当时的语境下，当时日本政坛的生态下是显得比较刺耳的，是显得比较右的。但是在过去20年，日本政坛的整个政治生态、社会思潮、政治思潮发生了很大变化。它的最大变化就是右倾化，整个日本政坛的政治光谱出现往右的不断的移动。现在日本政坛，我们看到95%以上的这个政党议员，其实都是属于保守派偏右的议员。那么，但是过去20年，这个石破茂他本身他这种政治理念、他的政治立场并没有发生变化。那么整个日本的政治生态右移了，他在中间就显得反而变成中间甚至是偏左的。所以他总体上在对华政策上，在历史问题上，他表现出一种相对稳健、相对正确、全面、客观理性的一个认知。这一点在现在日本政坛还是难能可贵的，所以石破茂执政之后，他也表现出稳定改善对华关系的积极意愿，包括在历史问题上做出一定的积极的表态。那么这一点，我想对于中日关系来说是有利的。但是刚才提到的未来可能接替石破茂的几个人选当中，我想除了林芳正之外，林芳正因为在日本政坛被视为知华派，无论是高市早苗、小泉还是小林那几位，其实从他的一贯的言行来看，其实对于中日关系，我想一方面是缺乏一个全面准确的认知，那么对于中日关系中的一些重大敏感问题，包括历史问题、台湾问题，可能都缺乏一个充分的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政策把握。那么他们上台之后，可能会触及到中日关系中的一些敏感的问题，从而给中日关系带来一定的风险。那么这一点是我们值得警惕的。好，先谢谢向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日美两国将举行联合军演，期间美国在日本境内首次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今日谈，欢迎您回来。日美两国将于9月11号到25号举行联合军演，期间美国在日本境内首次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即将于9月11号举行的日美联合演习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与日本自卫队之间的年度双边联合演习，演习代号为坚毅之龙。今年预计约有 1.2 万名日本自卫队成员和1900名美军人员参与。演习原定于日本北海道及本州岛东北部等地举行，后逐渐转移至九州岛及冲绳西南诸岛方向。美军表示将在联合演习期间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演习结束后就会撤离。低风是美国2019年退出中导条约后紧急研制的新型陆基中程导弹系统，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制。作为美国陆军远程精确火力计划的一部分，可发射标准6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可打击500至2000公里范围内的海陆空目标。2024年4月，美军打着演习旗号，用运输机从本土历时15个小时，飞行约 1.3 万公里，将低风系统部署到菲律宾吕宋岛。按照美方说法，最迟会于当年9月撤离。但美方最终将低风系统长期部署在菲律宾。低风系统在日本部署尚属首次，观察人士认为，低风进入日本很可能是第一步。美国为将盟友绑在自己的战车上，很可能将低风相关技术向盟友扩散。美版低风现身日本后，日版低风或将很快出现。日美这次演习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叫做跳岛作战，而且这次演习的范围是整体向南延伸了。据说呢，还要在距离台湾岛不足300公里的地方来部署反舰导弹。日美这次演习的内容您怎么来看？如果这些动向是真的话，日美是在为介入台湾的局势做准备吗？应该说美日同盟啊，他们的近年来的一系列的动向，包括一系列的这个联合演习，美日之间每年有很多的例行的联合演习啊，它的整个规模频次在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包括这次是这个坚毅之龙，那么之前还有每年都有，比如说这个利刃，还有这个山鹰，还有这个铁拳，这些军演都是用不同的科目、不同的内容来演练
这个实战场景下的作战的一些安排，美日的协同作战、一体化作战里头，包括它的演习科目来看的话，比如说包括重点都放在两栖作战、夺岛的训练，甚至是一些反舰、反潜的联合作战、防空反导系统的作战。那么近年来还加上这个网络战、电磁战。针对现在这个现代战争这种混合战的一个特点，所以表现出日美的同盟的这种演练啊，愈发的出现一种实战化。那么实战化针对的是什么？很多的演习当中，它假想的一个场景都是潜在的台海冲突的背景下。那么一个是美日怎么来破封锁、反封锁，那么另外一个包括美日之间怎么样来应对中国的这种远程打击。另外还包括甚至撤侨啊、后勤供给啊这些一方面的全方位的一个演练都在进行。实际上从中我们也就透露出来，其实美日对这方面也是毫不掩饰，因为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啊，美国和日本应该说是最有能力和意愿阻挠中国两岸统一的这么一个域外的势力，而且他们在方方面面，包括外交上的一些言行，包括防卫安全上的一些举动，都透露出想要通过渲染台湾有事来制造挑动地区的矛盾，来对中方施加压力，在军事上对中方加强威慑这么一个战略指向。所以从这次的演习来说的话，其实也表现出这么一个鲜明的特点，而且这次演习的规模很大。那么其中也提到了这个要部署低空中导系统，那么这些也都表现出想要介入台海冲突的这么一个战略意图。那么刚才提到跳岛作战这个概念本身是二战中的太平洋战争中美军所用的一个战术。那么当时也是通过在太平洋上各种小的岛屿中的争夺，最后逐渐的逼近日本本土，那么迫使日本最后投降，这么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战术。现在他们其实也是用在日美的这种战术上，美军现在也在演练所谓的这个敏捷作战部署这么一个理念下，在进行一个所谓的远征前沿这个前进部署啊，包括所谓的这个海上分部作战体系的训练啊，来训练一种新的作战体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日美军事的一体化在不断的深化。那么日美之间的协同作战，海陆空，再加上网络、太空、电磁这些不同作战理念，还有无人作战系统的加入，也是为未来这种所谓的大国冲突、地缘政治的竞争来进行备战，这么一个特点还是非常鲜明。刚刚短片当中也说到，美国还借着这次军演首次把低空中程导弹系统部署在日本。美国要在日本部署低空，美日各自有怎样的考量呢？从美国的打算来看的话，当然是因为2019年退出了中导系统之后，那么长期以来美国发现它在亚太地区的前沿部署当中，这是一块空白地带。因为一方面，这个美国在地区的这有强大的一个军力，在日本、韩国有强大的美国的驻军，也有一些武器系统。但是由于受到中导系统的约束，那么这个从500公里到2000公里射程以内的这个中程导弹啊，其实是一块空白。那么现在随着中国军力的发展，以及他们所渲染的来自于朝鲜的核岛威胁，甚至是来自于俄罗斯的威胁，中俄朝的三面的威胁，那么他们认为现在通过在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一些基地来部署中程导弹系统的话，能够大大的强化所谓的前沿威慑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低空中导系统啊，它射程在500到2000公里之内的话，它现在说这次的这个坚毅之龙的演习要把它部署在这个叫延国基地。延国基地这个地理位置，它是距离朝鲜半岛非常近的，同时也能辐射到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甚至能够辐射到俄罗斯的远东地区，所以它在这个地方部署这个导弹系统啊，实际上是一举三得，同时前沿威慑中俄朝三国。那么这就是美国要所谓的找回地区的战略平衡，对中俄朝同时强化战略威慑，维护美国地区的军事霸权地位，这是它的最主要的战略设想。那么从日本来说的话，那么近年来日本它也是借着渲染所谓的台湾有事，渲染中国威胁，来为他的强军扩武、摆脱战后的军事束缚来制造借口。那么日本现在从2022年底的安保3文件出台以来啊，实际上日本也在推动着这个战后前所未有的一个强军扩武的路线，包括大幅的提高防卫预算，发展进攻性的军力，而且他从美国采购了400枚的战斧巡航导弹，而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刚刚是可以用在这个低空中导系统里头的。那么对于日本来说，这个可能是
未来应对所谓来自朝鲜的威胁、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的一个战略利器。当然，对日本来说，我想这是一把双刃剑。在日本本土布置这么一个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实际上也是在中国，在我们他所针对的国家的一个打击范围之内，实际上成为一个移动的标靶。那么日本自身也会因此而成为一个打击的目标，这就会加剧日本自己被主动或被动的卷入战争冲突的风险。实际上，日本国内对此还是有很大的抵触情绪的。所以，美国这次也是想要通过这次的实战演练，把它临时性的部署在日本来进行一个试水，一方面来试探中国、俄罗斯、朝鲜的接受这个反应程度，一方面来试探中俄朝的反应的激烈程度，另一方面来看日本国内的接受程度，来决定将来是不是要长期的部署在日本。当然，我想这个过程可能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短期内还难以实现一个永久性的部署。好，非常感谢向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